还有误伤失败，然后我被蟑螂咬。再来就是搞错阶段，然后我想要用钥匙转那个阀门的位置。我转完阀门之后打一只怪，想闪他攻击，然后詹姆士自己用走的，不用跑的，到底是怎样？我发现我跟阀门很有仇，只要跟他有关的我就会被揍。然后我这边是忘了闪，而且是突然忘了闪是哪个键。把阀门拿起来，转身一只呕吐怪，再拿起来一次啊，更多呕吐怪，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闪的。我就在那边想说要跨过去啊，跨不过去啊，我走，再见，不要摸我。好，刚拿到鸟鸟的关键物品，出去要扁那只呕吐进阶呕吐怪。不得不说，这只又硬，攻击频率又高。利多人都要被吐。这一场好不容易把他打赢了，然后结果踩到他的大便就受伤了，赞！最后就是三角头 PK 赛，每次都想耍酷敲一下，然后就被反被敲一下，快慢刀闪不掉，这就是为了耍酷的后果。嗨，你好，欢迎回到第3章的沉默之丘全收集无伤全程近战重置版。好，时钟谜题，然后就要开始去绕一绕了。就这一章比较绕一点啊，不是比较绕，应该说怪比较多，要一直打架超多只。然后先来打这一只吧，四角兽我还是叫方便一点的好了。原本的名字好像有点太正式了，这原本叫做什么四足人形，还是继续叫它四角兽好了。好，就这样回合制2下躲2下躲，然后刚刚挥空很多次，非常可喜可贺。然后捡一根针敲墙壁，那边有狗碗，暗示狗结局。好，捡子弹，马上往后，然后敲一下，如果不往后会被它咬。然后这边会有个游泳呕吐怪，进阶版呕吐怪，可以不用理它，直接走。好，蹲跑上来，爬，再爬。这场我失败蛮多次的啊，因为主要就是怪嘛，打怪的部分有些地方要算好啊，要不然就是打三角头的时候想耍酷，然后就被打。然后左边那只进阶呕吐怪打爆，这边捷径要开啊，方便无伤从这边走。这边里面有药跟子弹。地上还有其他呕吐怪啊，其实可以先去敲，但是我就我没有要敲，赶下班。走到底有子弹可以捡，然后也可以偷杀2只怪，一只2下，一只1下。这背景音乐是为了我放的吧？然后时针在上面，然后进来的时候往前冲一下，然后再跨栏往前冲。刚那个前面一个往前冲，主要是要跳掉那个吧，詹姆斯地图化笔记。好，阀门转到底，往后闪，敲一下，让开位置，再往前冲。不敲的话就被他卡住了，就至少敲个一下。然后右边一个推人，好，往前闪，听音变位，然后再闪一下，确保安全。往前走，光这个亮光这里钻，在钻的时候就是无敌的啦。然后右边会有一只四角怪，这只不用打。然后这只要注意进阶呕吐怪，到门这边它会复活，就要敲一下，拿子弹。然后我会关灯啊，好像关灯会比较降低仇恨啊，比较不容易被发现。好，转弯看一下后面有没有怪。我之前开灯的话，呕吐怪就从右边那扇门都进来，我直接出不去，超白痴。然后这边右边出去直走，然后钻刚那个打破的缝。这张比较激烈啊，所以嘴速比较快。要做的事情比较集中一点，然后再回刚刚那个时钟房间，时针房，然后阀门转2次，要转出 Steam。OK， 时针掉下来了，这应该算最麻烦的一个吧。最简单就是秒针了，然后这边有药跟子弹。
我这个还跟自己赌气说打到半夜2点我就睡觉，然后最后一场刚好成功了，然后这边拉一下就蹲跑下去，这个我蛮意外的，竟然可以在放下来的时候就可以走了。然后这边转9点了，刚好那边有往前顺一下，就是可以卡掉那个画地图笔记的动画。然后进来小鸟谜题，然后我们要先去掏大便，不是掏那个仙草洞，然后敲3下进去，这边还长得还蛮温馨的。OK，let's go， 这是仙草洞啦，嘻嘻。其实他没有做那个一块屎在里面，就蛮不错的。这比较像那种都是生锈的感觉，生锈的大便。好，换成里世界了。啊，为什么变里世界？每个人进里世界那个方式不同，我是摸大便，然后敲2下，敲2下观察动作，这次蛮麻烦，他会连续攻击，就是吐完，然后他一直追我，他想头锤，想抱我，然后再打2下闪。然后再闪，他都会连续2次攻击，要注意。这次麻烦。扣隔膜闪一下，可以往前闪，然后绕背敲一下，攻击比较大，比较高，然后就倒了。他绕背敲一下，等于连续敲2次了。但是缺点之一就是攻速比较慢。好，破墙，然后里面有2个视角兽，蛮麻烦的。在角落引过来的方式就是拿手电筒先照他，再往后拉过来。要不然里面有2只啊，对，然后这手电筒就是专门吸引这只怪用，好，打空非常好，挥棒落空，啊，观察动作。不过这游戏蛮好的一点，就是在你在挥出攻击的时候还是能闪避的，不会说你按了然后就啊我完蛋了，退不了，退款不了，好，先敲2下，啊，观察动作。这近战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一直拉那个视野啊。因为詹姆斯有时候把敌人挡住，你也不知道他要不要打，就是敌人要不要敲你，这样慢慢敲2下，或是你要敲到第3下都没问题啊。但你主要就是要做好去观察他动作，因为你还是可以取消攻击的。好，捡到鹅头了，木质天鹅头，然后再往直走，直走到底哦，有子弹。这边那个冰箱的底噪声，然后右边没有用锁的，左边是锁起来，所以我刚走右边。那谁 ASMR？ 他听习惯了，不怕了。好，拿到大便身体，然后合成鹅头就好了。好，可以走了。然后左边那边生了一只普通呕吐怪，然后右转之后再右转回刚刚那里，解鸟谜题，先放小鸟啊，鸽子、天鹅，虽然它都不是鸟，也是鸟类了。太胖了，这样我手劈应该就可以爆了。好，钥匙。然后这张收集物很少，才2个往日片段，2个奇怪照片而已，没有半个纸条。然后下去就是这张的第1个往日片段了，坐着。好了，右转钻洞，还有子弹可以先捡。好，左转。好，我先看有没有转错。直走，要来看动画了。我要找事做了，每次看动画都这样。Oh, it's you. Yeah. I'm James. Angela. Angela. Okay. Look, I'm not sure what you're planning, but there's always another way. Really? What's the point? It's easier just to run. Maybe it's all we deserve. We? Me.
You. We're all the same. I'm not like you. Are you afraid? Sorry. It's okay. Did you find your mother? No. Not yet. Did she live here? In this building? I don't know. So all you know is that she lived in this town? What did you say? How did you know that? Well, I just figured because this is where you're looking for her. How else would I know? Yeah. Sorry. Did you find the person that you were looking for? Not yet. Her name's Mary. She's my wife. I'm sorry. Oh, it's okay. I don't know why I think she's here. She died 3 years ago. She's dead? Oh, don't worry, I'm not crazy. At least I don't think so. I have to find my mama. Should I go with you? This town really is dangerous. Now I know what you meant back there in the cemetery. No, it's okay. Besides, I'd just slow you down. What about that? Will you hold it for me? Sure, no problem. If I kept it, I'm not sure what I might do. No! I'm sorry! I've been bad! Please don't!好，耐心等待了将近5分钟的动画，然后回来就是拿一把刀还有钥匙。那钥匙是上楼用的，像我们在楼下。啊，左转看一下对不对？不对，然后右转才对。然后这5分钟我都在找事情做，在玩的时候啊。虽然我原本是想要用剪的，但是想说算了，就考验自己耐心吧。然后这边是三角投放，然后这边要往前滑一下，这边也会触发地图笔记耶。然后刚前面刚好有楼梯嘛，又加速了一下。然后注射器前面有子弹，然后有那个四脚兽怪的声音，传海绵宝宝走路的声音。然后进去左转有张奇怪的照片，他躲在角落。哇！其实遇到这只就开始蛮害怕的，因为这是这边最后要打的一只。然后这只又偏偏的很攻击欲望很高，我才打一下就想要扁我了，要不然就超会闪。然后慢慢来，反正我平均都是挥2下，然后就准备闪了。就
现在我的打法都是偏向永远在一起，而不是永远在一起，都是偏向我就直接一直按攻击，然后再去观察敌人的动作。但麻烦的就是有时候詹姆斯都会挡住敌人，那导致我都看不清楚他的动作，所以很难做出相对应的反应。然后刚刚这边左转嘛，左转，然后插那个分针上去，要去最恶心的房间，但是最容易解的房间。谜题我一样放资讯栏。困难难度的话是522 ，OK。然后进来看所有的符号，5个圆形，8个月亮，2个骷髅头。然后等一下再去解谜，困难谜题是要加减乘除的，刮胡先加先减，反正就是522啦。其实不用特别进来，但是我就是走个流程这样子。推，好，谜题答案啊，好接近，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快。好，可以解了。522转4下，转一下，转一下，他还没转到就可以先按了。然后钻洞，最后一根秒针。怎么有绿枝啊？史瑞克的屁股洞。秒针，然后往后退了，场景有变化了。三角头老哥在那边刮地板、刮墙壁，帮我做引导路线，怕我忘了走哪。然后再左转回去吧。然后这边场景变了，被他室内装潢了。然后最后一张奇怪照片呢，这一张他剪得很少啊。时间过得真快，11，好，转时钟，最后的谜题了，15，这不管哪个难度转的都是一样的。然后左转出去，准备打不是大 boss， 第一只 boss 三角头，然后这边也变了，这可以看，旧版的三角头是在这边打的。然后这张我全部收集物都剪完了。然后左转，这一关比较偏向战斗了，好，又要进动画了。然后动画结束，冲过去直接给他一下，然后往左闪，然后再敲个2下，等他横劈的时候闪一下，然后再往后退，然后横劈，然后我就不打了。其实这次最安全打法就是不打，反正等3分钟他就走了。我多敲几下，只是让他快点在几秒钟少个几秒而已，一直绕就好了，这是无伤最安全解法了。然后除非他离我太近了，我才会敲啊，不然。就这样6轨 day by daylight， 像这样啊。因为如果这个侧边距离没抓好的话，就会被他用手推一下，然后就扣血了。然后2阶段了，2阶段就基本上不要靠太近，不止动作变快，然后又很容易抓人，很容易推人啊。推人是最反应不过来，只能预判。抓人的话还好，就是他的你看到他手掌的时候就可以准备闪了。等一下他就会示范。还没，好，要来了，看到手掌的时候可以闪，因为我们的那个闪避的区间还蛮大的，就无敌阵还蛮大，还蛮多的，所以其实也不用到太紧张。但是对我来说，紧张点就是我要重看很多次动画，失败的话，因为我这边没有用自动存档，我就直接硬干过来。反正就这样，这边最简单就6轨啊，没什么太多技巧。刚刚开始我只是想耍酷，让你以为我想要去跟他这样近战 PK， 让他时间压到1分钟他就走了，没那么勇。
然后想挥，然后没挥到，闹成耍酷闪避，自赛其意。二阶段他直劈有时候都会加一个横劈啊，但是他的招式不会重复，它是轮流出。有时候就是直劈，有时候就只有一次，然后下一次就是2次这样子，所以就算到这边有点危险了。这边我先闪一下，是我怕他先推我脸，但他出抓技就是了，因为前面有失败的、也有打到这边然后失败，我就为了想要多敲他几下，然后被打到了。还有我记忆错乱，我还以为我没捡到什么东西，然后下课了，下班了。我说敲他很像我那个一拳超人被深海王打头的样子。好啦，游戏结束了，这一章就这样了。然后这是他玩腻的玩具又留给我了，但是这次体无完肤。好，要那个高亮注意了啊，先开灯好了，免得曝光过头。哦，瞎了，小瞎啊！电影式运镜啊，结束了，下班下课存档。然后等待下一章吧，下一章可能比较不知道比较长嘛，比较绕，比较远。好，就这样。